2023年仙侠101首战终于要打响，优酷预热许久，在护星还是星落凝成糖间举棋不定时，最后还是让腾讯抢了先。由杨超越、徐正熙主演的《虫子》率先定档2月15日，正式打响仙侠101第一弹，却也不能怪优酷落后，毕竟《星落凝成糖》作为一部上新剧，还得配合电视台档期，被排在2月17日网传与观众见面，也是优酷2023年的开年仙侠剧。而腾讯、优酷、爱奇艺皆有颇多存货，和的月谷瑶、长相思、与奋行，酷的护星、长月烬明，淘的无忧渡、狐妖小红娘、叶红篇、七世吉祥等都还未加入战局，热剧不断，大 IP 碰撞的同时，2023年的仙侠101实在是看点十足。2.15看虫子，泪花千骨的师徒恋自星汉灿烂、热身沧海完结后，原本活跃的鹅就变得低调了起来。昆仑神宫、爱的28定律都没能挽救他的颓势，开年大剧《三体》更是撞上了剧王狂飙，更是让鹅每况愈下，大盘被爱奇艺瓜分的只剩下肉末，而依旧没有想上大剧的想法。即将上线的清单中，唯有虫子成为突出的存在，亦是鹅的 S 制作。那么虫子能否挑起大梁呢？是否能够拯救鹅的日活呢？其实还真有点悬。都知古偶多出爆剧，这也是投资商热衷于拍古装剧的缘由。但虫子有2大致命缺陷，不知能否走上爆款之路。泪花千骨抄袭争议始末在花千骨还未播出时，小说《花千骨与虫子》便已在网文圈掐了起来，一个是 Flash 果果的成名作，一个则是蜀客的人气作品，而争论的缘由则是因为抄袭2字，让书粉之间争论不休。其中自然是因为花千骨与虫子的剧情实在太过相似，都是仙侠题材，都是师徒虐恋，都有3生3世，女主还都是魔头，从人物设定、经历到情节都有相当高的重合度，难怪会让书粉争论不休，甚至引发闹剧。一边是粉丝强调虫子连载早，一边是粉丝强调花千骨出番早，谁都不愿意低头。但虫子原作者其实早在晋江讲过缘由，1997年曾播过一部港剧，名叫《雪花神剑》，讲述的便是师徒虐恋的同时，女主亦是一个魔头。而这部剧成为了不少网文作者的师徒恋文的启蒙，虫子一文就被剧粉撕过的同时，作者也说过从未否定设定上借鉴过电视剧，为此花千骨并不是虫子第一次开撕，不少师徒恋网文的设定也就找到了出处。所以观众并不需要纠结于到底是虫子抄袭了花千骨，还是花千骨抄袭了虫子，毕竟都找得到出处。粽子更该担心的是先入为主，更何况花千骨还是稳坐收视率第一宝座，且为芒果周播剧场做出突出贡献的大爆剧。有了花千骨的主观印象，又如何能够让观众对剧情高度重叠的虫子提起劲？杨超越演技争议，除了花千骨一剧的先入为主外，粽子自官宣杨超越担任女主后，便有着多种争议。作为腾讯视频的代言人，鹅确实给足了杨超越牌面。李牧哥执导的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是见面礼，还给了杨超越一部虫子，让其担起了大女主的重任。然而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的播出效果并不佳，杨超越在剧中的表现更是直接被女二孟子义压住，颜值高光时刻。多让人记住的是孟子义的雷春一脚，而杨超越出演的女主在剧中的存在感稍显薄弱不说，更是遭受了演技的质疑。虽说相比之前的剧集，杨超越的演技确实有所提升，但瞪眼依旧是缺陷的同时，不知在虫子中有否改善。2.17看星落，上作花轿嫁对郎的狗血爱情故事相比雷同花千骨的虫子，那么星落凝成糖便是仙侠版的上作花轿嫁对郎。双女主是人间公主双生花的设定，双男主一个是天地长子，一个则是魔君之子，而故事主线偏向于陈星旭饰演的玄商君与李兰迪饰演的夜檀公主，这也是95生与花联手最有排面的一次。星落凝成糖95生花联手，
仙侠剧上新，星落凝成糖配合电视台档期，江苏卫视、浙江卫视击败沪星，将定档2月17日的同时，也突破了限古令的限制。作为唯二2部上新的仙侠剧，另一部是《同问时》。张雨绮《千秋令》，星落凝成糖自开拍起便收获了无数关注，有着香蜜姊妹篇的噱头，又是香蜜传承静如霜同班底打造，且还与香蜜上新同电台，自然让人对星落有着无数期待。而相较于85花铃声、90花铃声、90花五声、95花铃声的组合，星落是95花五声势均力敌的组合，也是少见的上新剧组合，这算是给足了陈星旭与李兰迪牌面。陈星旭一人分饰5角，剧情狗喜帖。原著除了上作花轿嫁对郎的剧情外，陈星旭一人将在剧中出演5角，也算是星落的一大亮点，极其考验演技的同时，从目前流出的扮相来看，5个角色间也是人设分明，拥有极强的视觉冲击。而部分原著中的内容，在路透、花絮与预告的还原中确实得到了还原，在尊重原著这一块，星落还是让人放心的。不过星落原著是一出悲剧，男主以命殉道，魂飞魄散，无疑虐到让人怀疑人生。但李兰迪在采访中透露，星落的大结局是 he， 不知在改编的过程中做了怎样的改进。鹅与库的仙侠101之战就要展开，目前从虫子和星落凝成糖的剧情上来看，还是星落胜出的，有虐恋，有狗血，直接戳中了观众的味蕾。虫子则有着前作花千骨的鲜肉为主，不知会否让观众串戏。而虫子、星落均算是男帅女美的组合，在古偶颜值这一块还是过关的。接下来就是拼特效、拼剧情、拼演技了。你觉得粽子与星落凝成糖哪一部剧会成为新之王呢？虫子是否能够拯救俄东危机呢？